我也，我是卢小妈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，为什么卢森堡人讲这么多种的语言？卢森堡呢是一个很小的国家，它的大小大概在2500平方公里左右，大概是台北跟新北市加起来。然后呢，它的人口大概62万多人。那主要的语言是以卢森堡文、德文、法文，卢森堡文、德文、法文为主。好，这是它的官方语言。那你要知道的是，卢森堡呢，大概在62万的人口里面有50几万呢的工作人口呢，里面有一半以上，所以大概22万、23万左右都是跨境工作者。什么叫跨境工作者？就是从它周边的国家，比如说德国、法国、比利时过来，每天上下班过来那个卢森堡上下班的人口，它这62万的居住人口里面有170个不同国籍的人，所以呢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人的小孩子在这边上课的话，好，你看哦，假设说。希腊人好了，希腊人的小孩到卢森堡的国家去，就到卢森堡公立学校去上课。那我们前面讲过，它的官方语言有卢森堡文、法文、德文，好，这是它的官方。所以在这边长大的小孩子呢，除了他自己在家讲话的母语之外，比如说希腊人，他在家也会讲希腊话，他在学校也会学。第一个先学的是卢森堡文，4岁开始学卢森堡文，大概6岁开始学德文，再来学法文。那当然英文是这学完之后，后面都一定会学的。所以呢，你想想看，在这边长大的小孩子，除了他自己在家里讲的母语之外呢，他一定会学到4种语言：卢森堡文、德文、法文跟英文。那加上他的母语可能5种，或者是他的爸爸或妈妈是不同国籍的人。那就可能学到2种，所以这个小孩子长大就已经会讲6种语言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台湾是有点难想象，但是在这个小国呢，因为有这样的环境，那他们也意识到说，这是他们跟其他国家必须有连结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多语言的环境。那因为这个环境造就大家有这个机会去学。在卢森堡呢，你在公园里面如果看到小朋友在玩呢，他们通常会开始问对方说：“你会讲什么？你会讲什么？你会讲什么？”比如说有人会讲德文，会讲几种，比如说我会讲德文、法文、英文，另外一个我会讲法文、卢森堡文什么文。那他们会开始互相询问之后呢，开始找到他那个最大公约数，就是他们比如说4、5个小孩，里面找到说原来大家都会的是，比如说卢森堡文，他们就会用卢森堡文一起玩，或者是英文，那他们就会用英文一起玩。所以这是我观察到，我看到小朋友他们在玩游戏，我儿子小时候这样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，那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所以你可以了解，因为这样的环境呢，造就这些小孩子从小就已经习惯，他大脑就已经习惯那么多种语言。卢森堡的东边呢是跟德国接壤，东边跟德国接壤，然后东南边是法国，西北边是比利时。所以看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，你那一区的生活环境的语言就有可能是那个语言。那我们是住在西边这边，所以我们主要会是法文的部分。那语言这方面我说实在，我觉得它真的是就像跟学习很多其他的东西一样，你要么你有兴趣，要么你就必须，要么是你一定得，你需要，你有这个需求。所以呢，我的话呢，我是第一个我有兴趣，第二个因为我在这样的工作环境，所以我也需要用到这些语言。那我想说的是呢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在这样的环境可以用这些语言，那我自己也很喜欢。所以我希望用我生活上的片段来教大家，让大家轻松的学一点欧洲的语言。比如说不一定是，可能是法文，也可能是德文。法文可能会居多，因为我的工作环境跟我住的地方，所以
法文的部分可能会目前用比较多。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呢，我可以推荐给几种人。第一个就是你想轻松学法文、学德文，不想要去记太多的文法什么什么，因为他们的文法还蛮复杂的。第一你想轻松学法文，然后比如说你可以轻松的用在你去旅游啊，可以讲几句啊，买东西啊什么，你觉得这样就够了，你不想要太辛苦学那些 ，OK， 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工作上需要啊，那你可能想要跟客户啊，用一些简单的对话拉近彼此的关系。我始终相信一个语言就是另外一个世界，你多学一个语言，你就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所以我非常推荐，对这个语言有兴趣啊，或者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工作上什么的，真的多学一种，不管几句话也好，我觉得那是一个拉近彼此和你跟客户啊，或者是你跟同学啊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比如说你是学生，或是你已经在学法文、德文、英文，不管哪一种，那你已经在学了，但是你想要练一下听力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。我就是会用我生活上最真实的片段，就是我们生活上都会讲到的这些话，让你去练习听力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也会有帮助的。哦，对了，顺带一提，卢森堡呢，因为有很多大公司，卢森堡当然有很多欧盟的人员在这边工作，有很多国际业的世界级的国际企业在这边，比如说 Microsoft、Amazon， 还有 Ferrero 就是那个意大利有没有那个金沙的欧洲总部在卢森堡。那只会讲英文的话，其实已经算是少的了，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来到这边，你就多少都要学一点德文或法文。那说实在的，法文还是居多。我查过，全世界最被广泛使用的语言，除了中文、英文我们都知道之外，法文是占据第6位，所以这算蛮重要的一个语言。那在卢森堡，虽然官方语言有这3种，在工作上呢，你的确，法文会用到的蛮多的，对。然后在这边的移民呢，最多的移民呢，应该说在他的居住的居民里面，最多的有除了卢森堡人之外，那其实也没有，卢森堡人大概只占20%，卢森堡国籍的人大概只有26%，那再过来就是法国人跟葡萄牙人。那我们刚刚讲到，卢森堡的那个跨境工作者呢，大概一天，跨境边境工作者有大概22、23万人左右。那在这23万中里面呢，有50%是法国人，25%是比利时人，那德国人也差不多在25%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法文在卢森堡其实还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语言，真的是多听，然后多讲，不要怕讲错。虽然它文法很复杂，可是我的方式就是因为你习惯去听他们就是那句话怎么问怎么讲，你真的是听久了，你就会不自觉就是好就是这样讲，你就已经听久就习惯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用我生活里面的片段，让大家轻松的学法文或是德文，看情况。如果我有去德国的话，所以很推荐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影片。那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主题你想要学习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